在是9点半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外面已经在排队了。我们是10点入场的。可是其实现在也是一堆人已经在外面排队了，那我们也是跟着排队，然后我们就边排队边吃一点早餐吧。今天的人潮也是很可怕，我们刚刚一路从地铁出来，就坐到地铁站到出来，人潮都是非常的夸张的。这个排队的等级一定是超过迪士尼。前一批是9点入场的嘛，第一批已经进去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区就是给10点入场排的，然后也有一区是给11点入场排的。排队后，所有人都要经过仔细的安检才能入场。我们准时抵达，顺利进来了，经过安检。对。其实我们进来是10点4分，算是准时了。对。还好我们有提前来，然后我们入园时间是预定10点的。10点。那现在进来刚好算还蛮准的。可是人还是很多哎，人超多，好多。等一下我们还要抽当日预订票，来看能抽到什么。还有前面就是大屋根了，我们要前往大屋根。阿果我们在电视上看很多次，终于来了，对不对？刚因为抽到那个未来都市的票了，然后抽完我们想说我们就先回来入口这里，这里就是卖官方商品的地方，先来买喵酷喵酷的相关商品。好了，我们已经那官方商品店已经都买了，对，直接看到什么就买什么，是没有到看到什么就买什么。有啊，我刚刚就拿了超多，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小丁有一个喵酷喵酷眼镜？妈妈花了快2万块啊，小丁戴起来。哦，你戴了喵酷喵酷的太阳眼镜吗？超可爱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式要进入大屋根了。还有一只大只的。这是小娃娃，我们还要买大娃娃。哎，这样子这个花费直接就是打趴爸爸夹娃娃的钱。没办法，里面东西太多太可爱了。这个是有得金氏世界纪录的最大的日式建筑，最大的木造建筑。我们准备进到世界了吗？哇，我们开始环游世界了！你看美国，这里有法国、美国。中间这一片树林区就是它的静谧森林区。这个也是万博会场里面中间一块绿化的园区。那我们就沿着这一块森林的外围，这是南海。我们打算沿着大屋根这个圆形来看，就是走它的上方。然后我们刚刚从东门进来的，所以会绕半圈到左边。然后我们要去未来都市区。可是我们可以在路上先去一个小的展馆，先去一个不用排队的展馆，我们先去参观一下，说不定还可以看2个。未来飞机，这个不用排队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是 Advanced Air Mobility Station， 里面展出未来的无人机载具。虽然我们没预约不能体验，但现场还是能进来看看，拍个照也不错。我们没有预约的澳洲突然很友善的让我们进来了。我们已经进来到第一个馆了，今天我们到澳洲馆。澳洲馆的主题是追逐太阳，象征希望、前进与永续的力量。整个馆内设计成像是走入澳洲的丛林步道，利用灯光与声音，带领参观者展开一段探索旅程。最后来到一个多萤幕的沉浸式展厅，透过丰富的影像，讲述澳洲如何在包容、多元与创新中面对全球气候与环境挑战。影片中结合了自然景观、原住民艺术与未来科技，呈现出澳洲如何追寻更永续的生活方式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。结果我们很快的看完第一个展馆了，澳洲馆。澳洲确实是还蛮漂亮的。它里面其实主要是进到那个剧场看一下一些动画。不过我们因为很多大人其实小朋友看不到，小朋友也看不太到，丁博跟阿果都被挡住。阿果还是有看到一点吧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大概看一下就好，我们可以再去其他馆看看。这
个馆是印度馆，它也不用预约。来，我们去印度看看吧。印度馆以世界是一家为主题，展现印度强调多元、包容与文化交融的价值观。馆内设计融合了印度传统与现代元素，从色彩斑斓的墙面到极具象征意义的装置艺术，每一处都反映出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化自信与精神底蕴。我们顺着参观动线环绕一圈，可以看到印度在太空、科技、教育和永续发展上的成果展示。墙面上也有许多图文和模型，传递印度在全球化时代中持续向前的脚步。虽然展馆规模不大，但整体氛围温暖而有深度，呼应着他们对于全球团结与共同未来的期待。我们看到这个可爱的餐车在卖冰淇淋，这个是喵咕喵咕限定版的冰淇淋哦，应该只有在万博才吃得到。冰淇淋饼干，好可爱啊！我看，谁要摇他的头？我要。来，那个是蛋糕饼干。那你吃啊？哦，抹茶的。这感觉就是在吃那个汉堡冰啊。好硬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感觉冰淇淋冻了很久。来吃看看这个流水席就吃得到的汉堡冰淇淋。差不多就是流水席吃的，对。汉堡，爸爸吃到大头的吧？我也要。抹茶冰本身是好吃啊，但是外面就跟台湾的汉堡冰是一样。没错，没有味道，而且又软软的那种饼干。现在是大概11点半，我们用这个零碎时间来看一下这个共通馆好了，一次环游世界各个国家。我们去 Commons 西好了，右边，我们去右边这里。共通馆西是万博中的共通馆之一，这个展馆集结了多个国家的展区。在相对小的空间中，传递出各国对于全球议题的回应与愿景。虽然每个国家的展区规模不大，但内容各具特色，涵盖了科技创新、文化交流、永续发展等不同主题。整体设计强调共享与连结的精神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能以平等的方式参与万博。不论是文字展示、互动墙面或艺术装置，都呈现出国际合作的多元面貌。我们像是走进了一座浓缩的地球村，感受世界不同角落的能量。我们的国际观太少，所以我们都不认识这些国家。对，这些国家真的很多很没有听过的名字都会。其实它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小房间而已，它的规模大概是这样，所以通常也没什么好展的，应该就是播一些他们的影片，放一个投影片。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大乌根的西边了，也就是准备靠近西门的地方。准备看到钢弹了吗？走出去这大乌根，应该就会看到钢弹馆了。好，这边有突尼西亚、柬埔寨。其实它每个休息区都做得很舒服所以外面其实都可以休息，搭配不同元素。我们看这个大乌根，还有现代化的手扶梯。今天确实很多校外教学，很多那个小朋友团体课，小朋友都戴帽子一起来的。钢弹馆由创通与万代南梦宫共同打造，以 Gundam Next Future 为主题，结合动画历史、科技展示与沉浸式体验，呈现钢弹如何连接未来与现实。这个是微笑馆，他真的在笑他嘴巴是一个爱心。大公园、每个国家都在展现他们的科技，他们的你看那个那个原子小金刚，在现场排队70分钟。那没关系，我们也没有要。而且人超多，大部分都是小朋友。其实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体验、感受一下大阪万博，我们没有真的想要看很多馆。对，走一个简单的路线，反正你看，悠闲的路线。丁博又睡着了他很累，每天都很累。你看他睡觉，手还抓着他的喵哭喵哭的眼睛。好啦，所以我们没有说什么要攻略万博，要去好多馆，我们就有看到什么就去看什么。我们等一下至少有抽到一个未来都市的剧场，没错，我们要前往未来城市区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去这个未来都市馆，我们是有预约的。我们先来悠哉的吃个午餐好了。
餐时间，对，我在吃御饭团，那里超冷。天然的冷气耶，然后听着这个疗愈的音乐。这完全不像夏天。今天是端午节，你信吗？我不是。还是明天才是端午节？今天是端午节啊！端午节吃粽子，你吃御饭团。都是三角形的。好了，也算吃粽子。来，我们进来未来都市馆了。对。我们现在有预约12点40了，所以现在进来有点像走快速通关。没错。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些未来城市的展览。阿贵，看这个啊，右边那个。机器人一起唱歌，还会播音乐。他是把家人都拉过来。未来城市馆以未来生活的样貌为主题，展示从科技永续到社会创新的各种实验与构想。展馆设计模拟一座城市，分为数个主题区，包括绿能建筑、智慧交通、循环经济以及 AI 与机器人的应用场景。透过沉浸式的灯光与声音体验，观众能想象2050年的日常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。馆内不只强调科技的进步，更聚焦人类如何与环境共存，并提出人本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。是一个既充满想象又贴近现实挑战的展区。好了，我们未来都市馆已经参观完了。我觉得还不错哎，里面内容还蛮丰富的。其实真的弄得蛮丰富的。对，它看得出来，它每一个主题都有认真在做的，很用心在做的。对，它就是从原始，从侏罗纪世纪，然后陆续一直进化，延伸到社会5.0。Thank you。不过主要都是在探讨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是长得怎么样，然后放一些模拟的影片来说明的。对，像是未来的交通会是怎么呢？或是教育会是什么呢？对，就让大家思考一下未来的世界会是怎样，然后还有未来的城市、未来的资源。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，就是他在探讨未来的能源要怎么使用 CO2， 要怎么去回收这个 CO2， 然后来让城市继续发展下去。感觉好像是用一些材质是可以吸收2氧化碳的。对呀，或者是可以把2氧化碳当作能源的城市。我觉得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会是那些车。小朋友都看到一些新型，比较喜欢那些科学。新型的车，未来车。我比较喜欢那些科学。我觉得那一台 Kawasaki 的有4只脚的动物车很帅，那个超帅的。那个如果骑那个有点像在骑马。还有未来的火车。我觉得骑这个小比较好。未来的挖土机，直接在水里的挖土机，其实未来以后真的可以不用人力耶，完全去控制机器就好。我们看那个交通的影片，有看到一个是所有的人都在路上，它会自动侦测感应，就不会互相撞到。对，然后都踩在那个滑步车上面。这真的能实现吗？可以。阿果，你们可以活到那个时候有这么新的科技？阿果买一台车给妈妈坐好了。阿果那时候，刚刚我们在看无人机的时候，阿果就说他以后会跟丁博一起存钱买一台无人机载我们出去玩，因为那台无人机一次可以载450公斤，我就说刚好我们4个人的体重可以坐那台车。好吧，你们赶快存钱，从现在就要存了，每天帮我们做家事，存小钱。我们到大屋根的上面了。搭电梯上来的哦，我们来鸟看一下会场，我们就沿着会场绕到南边去吧。水舞表演。好，我们大概绕了大屋根接近1圈，应该3/4圈了，还没有完全绕到1整圈，不过真的蛮大的。对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一下万博的建筑物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进去，所以只能在外面看建筑物。因为下面人真的是太多了，我们也不想要靠近。其实我
刚刚钢弹馆那个3点的空位释出，我们又没抽到。其实因为我们一次要抽4个人，不太好抽，因为我后来看都还有空位。刚刚是谁在那边觉得很简单？阿果，只有阿果觉得很简单。没有，爸爸自己那边也说这个简单啦，可以的，提醒我一下就好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再从大乌根下去了。那我们刚刚锁定一个目标，想要去加拿大或者是他隔壁的阿联酋看看。对。加拿大馆现场排队太多人，所以我们选择不用排队就能入场的阿联酋馆。好，我们进来到阿联酋，阿联酋的馆不用排队，可是这里面不知道要看什么。阿联酋馆以愿景、连结、成就为主轴，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新，展现这个沙漠国家如何面对未来挑战。展区透过建筑设计与互动展示，介绍阿联酋在永续发展、智慧城市与太空科技等领域的愿景。整体空间简洁明亮，营造出沙漠与科技交融的感受。逛累了也很适合在这稍作休息。我们从国际机关馆出来。这些没人排队的馆果然就是没什么好看。好，没有啊，它里面就放一些各往年的万博的一些钱币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影片记录这样子。对，就路过北欧馆只要排队30分钟，那就来看看北欧馆吧。好了，我们已经逛完北欧馆了哦，然后我们大概排了20分钟左右，不到30分，它外面写说30分，对，但实际上其实就是慢慢这样走进去，我觉得大概20分了。其实我觉得可以更快，因为大家进去完全在里面不会停留太久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真的你要来认真看一个展览，应该是可以在里面每个画面认真去看它的呈现出来的影片，对，或是你稍微思考一下它的内容。可是像我们这种带小孩来的，就会很想要赶快离开，因为它就是一些很多文字、太多文字内容，对，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图，其实也没有，它就是一圈放了几台电视，然后上面放了几张很多不知道什么意义的输出的照片，然后就投影一些不知道什么意义的影片。好，其实可能只是我们看不懂，所以很快就可以出来了。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，因为大家都很快，大家都这样啊。我看里面大部分人是坐在那边休息啊。对，大家排队进去。可是因为人为什么会出来？因为下一批的人又进来了，你就不好意思坐在里面休息。对，不然我觉得可以坐在里面休息一阵。没错，不错啊，它里面有那个北欧的音乐，听起来还蛮舒服的，很像很好睡觉。引发多巴胺的音乐。小丁就睡着了哦。我们再去看可以去哪一些小馆？哪一些冷门小馆？然后我们刚来台湾馆这里，然后本来看到他还是要预约才能入场，可是我就问了一下那个穿西装的工作人员，他就说他会大概看一下人数，有机会再会开放给没有预约的进来。所以我刚刚就看他马上把那张单子换成未预约可以入场之后，马上就进来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排等候入场。走进这座由台湾主导设计与策展的玉山科技馆，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与骄傲。展馆以探索未来、携手共好为主题，从我们熟悉的玉山意象出发，呈现台湾如何透过科技、文化与创新与世界连结，共同迈向永续未来。展区以沉浸式的光影装置、互动墙面与多媒体影像，讲述台湾在医疗、能源、农业与半导体等领域的贡献。整体氛围充满温度与希望。身为台湾人，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看到自己的家乡故事被如此细腻呈现，真的很感动，也让人更加期待台湾未来在全球的角色与发展。夜晚的大乌根超漂亮的，其实这边晚上比白天漂亮多了。对，我们刚刚从玉山科技馆出来，也就是台湾馆出来的。觉得台湾馆真的是还好，我们今天有来排一下。对，至少有排到台湾馆，是很认真的、很用心的展览。对。
哦，钢弹的手。然后我觉得台湾真的是还蛮强的，就是小小一个国家，可是比起其他国家，就是特效也强，然后我们介绍的内容其实也还蛮丰富的。对，他有认真的让我们融入在那个环境中，对，有沉浸式的让我们觉展览。得就是身为台湾人是一种骄傲。不过因为他有附一些中文的导览，让我们另外听，所以就知道他每个馆的主题大概要讲什么。但当然我们自己是台湾人，所以就算没有听导览，也知道他要讲什么。不是，因为主要是因为它有中文字幕，就是有一些图像它都有中文字幕，就是。然后我们现在出来发现夜晚的万博展场很漂亮，那个大屋跟整个点灯，然后各展馆其实也有各自不同的灯光设计，对，所以看起来更丰富。对，其实夜晚。然后我们现在打算看一下夜晚的钢弹，然后拍完我们应该就准备回去了，因为现在已经7点半了。刚刚在看那个台湾展的时候，也顺便又遇到了7点要抢钢弹，我还是又没抢到。对，结果又没抢到。最后今天抢了3次都共估，没办法进去了。好了，我们真的很残念的跟钢弹说拜拜了，离开钢弹馆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晚上的钢弹馆。小金要不要跟他拍个照吧？虽然没能进到钢弹馆，孩子们还是很开心的在巨大的钢弹前合照。灯光点亮的不只是钢弹，也为我们留下了万博最深刻的记忆。准备走出去咯。我们真的是没有好好的认真排队。其实如果认真排队，应该可以逛个5个馆左右。5个馆怎么估出来的？因为一个大概抓1个小时，看完就再排下一个，应该可以。不想带他们排队，结果都在走路。累的是自己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走。以后等你们长大看到其他国家的万博，你们在其他国家看吧。一日的世界博览会体验，其实我觉得扣除掉那些很烂的抽签机制是还不错。好啦，我有战利品。阿果我们有收获的，我们有得到萨克跟那个钢弹 7配色的。没能看到期待的钢弹，也错过了几个热门展馆。但就像在一座很大的世界公园里散步，累归累，万博这天还是成了我们旅程中最特别的回忆。喜欢我们的，订阅再开启小铃铛哟，拜拜。